朋友们啊，我是石头。这栋房子啊，真的太难找了，就在我的身后，这边连路都找不到了。这边的杂草长得比我还高。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朋友，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啊，找到我，然后呢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家的这栋房子闲置了多年，放着挺可惜的。他说看有没有人能在这边给他打理一下房子，出租也可以，还有呢把它转让了也可以。这栋房子呢，距离城里将近也就3公里左右吧，交通还是挺便利的。只是进入房子的道路呢，实在是杂草丛生，现在是无法进来。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看那边就是一个工业园，正在建房子。这边是进入房子的道路，全部都是这么深的杂草，比我还高呢。而且这边啊，毛坯路大概有5米宽左右，修一下还是可以进来的。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，那我们现在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房子的旁边啊，有一小块空地，都是他们家的，种了一些橘子树，还有桂花树。这位朋友说，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，闲置了有很多年了，一直没在这边住。底下是一个小河沟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现在是没有水了。他只是大概给我说了一下位置，我找过来的时候四处问邻居。在这栋房子的旁边呢，是有一户人家，距离将近有200米远左右，就在那边方向，但是现在是看不到了。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，大家不用担心的啊。电线杆呢就在这边。3开间的砖房，1层楼的，上面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有一处厢房。整个院子啊还挺宽的，将近有70-80个平方左右。以前是做过硬化。这边呢有自来水管，但是管子已经是断掉了。刚才我所说的小河沟呢，应该就是这下方。估计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水，现在呢已经干了。院子的外面呢都是长满了这样的一些灌木啊，还有小乔木。哎，好多蚊子。这栋房子啊，因为距离城里很近，所以呢把这条路修一下，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，而且进城里面买东西也很方便。这里啊杂草丛生，实在蚊子太多了。我拍了一会儿视频，到处脸上手上都是蚊子。这边啊虽然距离城里很近，但是这也是属于农村了。大家可以听一下丛林当中知了的声音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这门口因为长时间没人打理，这些灌木丛杂草都长到院子里面了。还好以前这边是做了硬化，要不然站在外面都看不到这栋房子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栋房子的屋顶啊，基本上瓦片都已经全部烂掉了。如果要在这边住人的话，需要重新换掉瓦片，内部呢还是需要重新装修的。我的朋友说，这栋房子如果转让的话，估计要10个 W 左右。想想好像也可以，因为距离城里大概也就2-3公里吧，很方便。现在农村里面找一套房子不容易，在城里面随便买一套商品房的话，最少都要50-60万。那如果花个10万块钱左右买这样的一栋老房子，然后呢再花个20-30万给它重新修一下，还是挺不错的，对不对啊？开车到城里面将近也就5分钟左右的路程吧。看，这是厢房，以前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灶台。这边有个房间的，但是没有门，
砌好了之后，整个墙面呢也没有粉刷。蚊子实在太多了。这个灶台呢有3颗灶，都是烧柴火的。前面呢是炒菜的，中间煮饭，背后呢是养猪，平时给猪煮一点猪食的。看这背后呢是他们家的旱厕，还有猪圈。以前农村里面都是养猪的，但是这边的屋顶呢全部都坏掉了，上面的瓦片呢也掉了下来。我们就不进去看了哦。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有一处那个偏房，房子是背靠着山体，排水沟也做得挺好的，重新清理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担心啊这边的泥石流，因为都是山石嘛。这栋房子是砖结构，但是外墙呢是没有粉刷的。哦呦，很破旧的房子。房子的进深将近有7到8米左右，很简陋，中间是没有隔开的，上面呢也没有铺楼板，墙面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粉刷，楼层高度将近有3.5米到4米左右，上面呢盖的是青瓦。2层呢基本上是用不了，楼层高度不够，做房间肯定是不行。这边过去啊就是堂屋了，这个堂屋呢也差不多的一个进深，相当于这栋房子呢只有3间。地面呢还是做了一个硬化，但是这边的堂屋啊上面是做了一个吊顶，长时间没打理，上面雨水浸泡，这些楼板全部都坏掉了。这边呢也是一间，这栋房子啊只有2个卧室1个客厅，实际上这么大的房间从中间做隔断还是可以做出2个房间的，这样子房间太大了，有点浪费了，差不多有40到50个平方左右一个房间。墙壁上呢贴了有些画，非常简陋的房子。这边的窗户啊留的也不是特别大，如果重新装修改造的话，这样的窗户呢是可以加宽的。学海无涯。这边的门也是以前老式的木门，纯实木的。房子内部的情况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还是走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这个窗户好像是被人拆了一样的。可能这边是有钢筋，别人把它拆了，然后把窗户的给当废铁给它卖掉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朋友说啊，这栋房子确实太长时间没居住了。其实房子的开间呢，将近有4米左右，堂屋呢差不多有4.5米。从外墙看感觉还可以，但是内部呢确实很简陋。这边是有一个淋浴的地方。这应该是后期加建的，但是这边的排水啊各方面好像都没有做好，很简陋。这旁边这块地啊是他们家的，将近有大概1分多地左右吧。整理出来的话可以做菜地，也可以做停车场。再去看一下那边厢房的侧面。这边有棵树，
还挺大的，应该冬天都不会落叶。哦，这边就是一座石头坎了，他们家砌的宝坎，距离底下的小河道将近高2米左右，基本上这边是用不了什么了。这个院坝如果要扩建的话，还是可以的。这边如果修一座桥，直接通往对面，对面就是很宽的马路了。我的车呢就停在那边，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院子。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花个10个 W 买下来的话，相当于就买了一个地基吧。其他基本上都需要重建。这栋房子呢，看主体还不错，重新给它加固维修还是可以的。朋友们，如果花10万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，然后整体全部重新装修，再修这条马路进来，你们觉得究竟怎么样呢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先把车门关一下，今天的温度倒是挺高的，这会儿呢应该是36、7度左右，蓝天白云，风景还是挺不错的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没什么事，我们又来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农房了。刚刚路过这边的时候啊，发现路边有位大叔在养猪，和他交谈了一会儿，在交谈的过程当中，他也告诉我，整个山头这边只有他们3户人家，其中的2户还外出务工，常年不在家。他说啊，这2栋房子的情况都挺好的，我就发现周边的环境也挺不错。那现在我就把这边的环境拍出来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到底如何。这是大叔种的地，养猪场就在下方，没有多大，大概可以关20多头猪吧。这边的海拔比较高啊，将近有800多米左右，到夏天还是挺凉快的。这会儿是正中午，大概36、7度，到晚上啊，睡觉还是需要盖被子的，还有点冷的。这是进村的道路，大概宽5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。这边距离县城有25公里，距离乡镇集市有10公里。我们要去看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，他们家院坝呢到底下有一条马路，也是进村的马路，有座土坎，大概高约6米左右，打上了水泥柱子，上面就是院坝了。我把车停在这个位置，车子不熄火，因为温度太高了，拍了会儿视频，我们也要走。这是什么花？大家认识吗？这个时候开的还挺艳的。这边几乎也来到了山顶之上，看非常高吧。我发现这边几乎没有松树，全部都是杉木，是不是这么高的海拔，松树难以生长呢？还有竹林。这户人家是2层的小洋楼，上面盖的是琉璃瓦。整个房间我大概数了一下，有9个房间，2个客厅。院坝挺宽的，这边院坝已经全部打好了水泥坪，将近有100多个平方。旁边还留了一些空地可以种菜的。这边全部做上了栏杆，房子的视野非常好，开门见山。底下就是大叔的养猪场。这边以前是一块稻田，现在也没人种了，里面已经长满了杂草。底下有处寨子，将近有70、80户人家，距离这边有差不多500米左右吧。所以
这几栋房子建在这边是非常安静的，旁边有一栋平房，这边是一栋砖房，背后呢有一栋木房子。这栋房子啊，虽然常年没人在家，但是房子打扫的是干干净净，上下2层的结构，大门将近宽4.5米左右，两边的卧室将近宽4米，整个房间里面都已经全部装修了，外墙全部贴上了瓷砖，楼层高度将近3米左右，2楼呢稍微矮一点，将近有2.8米。房子的进深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这个位置，这边啊也开满了野花。房子的进深将近有8米左右，背后呢是他们家的地，这旁边呢也是他们家故意留的地，方便呢在农村里面种点菜。在背后呢还有一栋木房子，是一栋吞口屋，那栋房子呢也是没人住的，地理位置还更高一些。在这旁边有块地，是这位大叔在这边种的一些玉米。大山环抱，这样的一栋房子啊，独门独院，非常的舒适，给人的感觉山里面特别的安静。在这边拍了块视频，只听见旁边山上的鸟儿叽叽喳喳的在叫。这位大叔养猪的，他在告诉我，他说平时山里面野猪比较多，距离房子比较远的地他们都不去种了，因为野猪破坏的很严重。其实这栋房子的外面呢还留了一些空地，也是为了方便种菜的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这块地，也都是他们家的，很宽的院坝。特别喜欢他们家的这个门前视野吧，非常开阔。平时如果山里面下雨，这边都会起雾的，感觉犹如仙境一般。这栋房子啊是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，坐北朝南的房子，房子的视野也是挺不错，而且里面的采光也很好，喝的是山泉水。我感觉最方便的就是这栋房子呢，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。我的车是停在路口的位置。刚刚在和大叔的交谈过程当中，他也告诉我，独自在这边养猪，1年也可以赚10多万。他说虽然比较艰苦，但是他感觉比打工要好一些，最起码在老家还能够照顾家里面。实际上刚才他也和我说了一个信息，他说他们村这边因为大部分的老乡呢都外出务工，剩下的田地很多，而且房子是建在大山里面，周边的植被丰富，都是大山，养猪养鸡都往山里面放，所以场地很宽，只要有勤劳的双手，他说每年的收入还是挺不错的。那在视频的最后，石头也想问问大家，如果让你来到这样的环境之下定居养老，你觉得你能够生存得下来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和大雄来到了怀化市的孝平镇，在我的身后
这里有一个云剑集团，写的是强军报国，强起富民。其实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。在我国解放初期的时候，这是861兵工厂的所在地。这个地方非常的隐蔽。现在呢，大家就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在兵工厂的周边去看一看，这里到底在解放初期的时候留下了些什么。上面呢，据说有一个抗战时期所留下来的一个兵工厂的一个山洞。我们现在跟着这条小道走进去看一看。这里有一栋房子，应该是相当于一个门卫之类的。我们走进去看一看。这个门卫室的话，都是一个青砖的一个结构。这些房子的建造时间都是在抗战时期所建的，历时了10多年，房屋的结构还是保存的比较完好，但是里面非常的杂乱了。应该当时就是一个门卫室。这里面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这样子的一个台阶，但是在那边还有个拱形的一个像门一样的，具体它的用途到底是干嘛的，确实不清楚。非常的奇怪，它每一间也不大，大概也就1米左右的一个空隙吧。这到底干嘛的呢？这里呢有一个山洞，应该也是当年抗战所留下来的。我们走进去看一看。这里还有一个暗道，哇，光线非常不好。看到吧，这边啊都是空心的，但是人进不去，有了一堵墙。但是应该感觉得到里面出风出来，人应该是可以进去，但是现在目前封了一堵墙，进不去了。这里有条路，我就是沿着这条路走上来的，应该都是抗战时期所修的路。这边呢又有一排房子了，房子就建在悬崖绝壁的下方。我们走进去看一看。这个洞不深，大概也就10-20个平方的样子。地上还有一些碗，我们再往这边走看一看，都差不多，都不深。也不知道当年修建这些房子是用来干嘛的，感觉像仓库，不像一个住人的地方。时隔多年啊，只剩了这些残垣断壁了，上面的屋顶也看不到了。
这些房子建的都是和崖壁紧紧的贴合在一起。小镇里的绿化是做得非常好的，据说啊，这些绿化树也是在抗战的时候这里的职工所栽的。当年啊，兵工厂这里的职工啊，最多的时候有2万多人，加上家属一起，这里生活了大概6、7万人左右。就是这么一个小镇，生活了这么多，可以说啊，一个镇也是一个厂，一个厂也是一个镇。距离城西县城没有多远，这里每天都有这样的公交车可以开到这里。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栋楼，应该还是住着有人，看到吧？晒着衣服，还有被子。这个应该也是兵工厂的一个宿舍楼了。这是洞子口啊，洞子口那个主要是做什么的？洞子口啊，洞子口嘛，是不是洞子口造的？对，就在那边。这里啊？啊，就在那里。这里以前就是个洞子啊，就是个洞，他们开馆子啊，厂里把开馆子给他们私人啊，他们现在公家交个地方了，他们把车上做车站了。以前是做枪弹的。枪弹，这里主要还是飞机的炮弹嘛。后来65年进城，68年进67年68年，67、68步枪子弹、小才开始试制做30炮弹，30炮弹飞机上面的。飞机上面的炮弹。2挺地枪，后备2挺4挺机枪。啊。4挺机枪就30炮弹，就是自卫的。以前是打的，现在不要那个了，现在是2个火箭。2挺机枪。是的啊。重机枪，那个火箭也放完了，2个火箭也放完了。就重机枪。就是重机枪，自卫啊。是的啊。现在原来我们那个是狗部长，那是狗部长是湖南的。啊，狗部长。狗部长是湖南的，吉首的。哦，吉首我们那边的了，我就是吉首的了。吉首的。啊。就要求做钢壳的。钢壳的那个便宜啊，以后是怕打仗啊，一打仗呢，从北方运到这里不容易啊，那所有的那些原材料还是从北方运过来，到这边再加工再生产。搞钢的呢就好些，哪里都有。实际上，朋友们，在抗战时期啊，这是861的兵工厂。到了解放的时候啊，这里也是我们中国的白银电冰箱的生产地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为你们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